達爾文，我從來不是無神論者。鍾祖康。最近與朋友暢談宗教，朋友說達爾文最後在其自傳中為其發現的演化論物盡蒼生而懺悔，並稱假如可以，願意收回其學說云云。此說我聞所未聞，但與宗教問題有關的類似野談甚多，我也姑妄聽之，但事關重大，甚感好奇，遂即找來未經刪節的達爾文自傳，另加他生前的大量書信，小心求證一下，不料卻大有發現，幾乎比起我在《四庫全書》裡找到雍正及其他清史家說台灣自古不屬中國更加激動人心，也再一次證明物盡蒼生的也許不是演化論或其他什麼理論，而是人云亦云的處事態度。鑑於中國人一直以達爾文的演化論作為無神論的鎮山之寶，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投入，本課題的澄清對中國人至為重要。我從來不是無神論者。達爾文於1976年百病纏身之時，執筆寫自傳，回顧自己毀譽交加的一生，目的並非出版，只是用來留給子孫和妻子做留念之用，所以語氣親切可人，字字出自肺腑，毫無造作虛飾的廢詞。然而他的兒子弗朗西斯·達爾文於1887年把這本家傳自傳出版了，但屬刪節版，直到1958年達爾文的孫女諾拉·巴洛才把自傳原封出版。當時的科學歷史大師洛倫·艾斯利就說，沒有人可以不讀過達爾文自傳而可以假裝了解達爾文。儘管無數旁人以達爾文的演化論來作為無神論的首要依據，也有無數人想聽取達爾文對個人信仰的意見，但正如弗朗西斯·達爾文所說，達爾文在其發表過的作品中從沒有議論過其個人信仰的，只會在私人信件及其自傳中論及。他推想原因是父親認為個人信仰是很私人的事情。1879年，無神論者約翰·福代斯去信問達爾文有神論與演化論可否並存，達爾文回答說，若有人懷疑一個人不可以既是虔誠的有神論者，也是演化論者，我覺得似乎是荒謬的。我的看法，除了對我自己而言，對任何人都是無關重要的。但既然你問我，我會說，我這方面的看法是反覆多變的。但我在最反覆多變的時刻，也從來不是個無神論者，不會否定神的存在。我想，一般而言，說我這種心態是個不可知論者，會較為恰當。宗教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決。達爾文不公開討論個人信仰問題，看來不僅是因為這是私人問題，也是因為他自己也感到相當迷茫。他一再聲明，宗教不是人類的智力所能解決的。他於1869年在寫信給其友人，也是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的阿薩格雷時說，至於人類起源這個問題的神學觀點，總是令我感到痛苦的，我也感到迷茫。我絕對無意寫文章宣揚無神論，但我承認，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樣，在我們周圍看到造物設計和上天慈悲的證據。這個世界看來還有太多苦難，但另一方面，若要我把這個奇妙的宇宙，特別是人的本性，都看作蠻力的結果，我又無論如何心有不甘。我是比較相信萬物是按設計好了的法則而行，只是細節就聽任所謂機遇，但這種想法也毫不令我滿意。我感受至深的是，整個問題太高深莫測了，不是人類智力可以解決的。當然我同意你說的，我的觀點絕非就是屬於無神論的。一個人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遭雷擊而亡，可歸因於極其複雜的自然法則。小孩子得以誕生，當中涉及的法則就更為複雜。而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或其他動物不可以是最初按其他法則孕育而成，不可以是所有這些法則都是有一個全知全能，已經預見了未來所有事件和後果的造物主所設計的。但我越想就越感到迷茫。就在1年前的1859年，達爾文即使在剛出版《物種起源》後，
已經表現出類似的迷茫。他去信好友兼自然科學學者約翰·魯伯克時說，針對我在物種起源裡的觀點，是可以有許多有力的反面論據的。你或者任何人，如果想站在我的对面，大可以輕易令自己相信我是完全錯的，而我無疑有部分地方出錯，甚至全錯也說不定。儘管我看不到我的盲點在哪裡，我敢說，當人類有天發現雷電大作是由於第二因的緣故時，就會後悔放棄了每一道閃電都是由上帝之手造成這個想法。1873年，達爾文寫信回答一個荷蘭學生的宗教問題時，再次表達了信仰問題非人類智力所能解決的看法。很難簡單回答你的問題，但我可以說，這樣一個雄偉奇妙的宇宙是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這就是我認為有神的首要論據，但這論據是否真有價值，我也從來無法判定。但我不能無視全世界還有無數苦難的事實，雖然有時我也會想到那麼多有能之士都完全信神，不會都看錯吧，卻又再看到這是多麼不濟的論據。似乎最穩當的結論還是，整個問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決的，但人可以盡自己的責任。科學與基督毫不相干。毫無疑問，要是達爾文只有科學家的天才，而沒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典型批判精神，在宗教問題上就不會如此的困擾。這再次可以從他在自傳中的自白得以印證。達爾文毫不隱瞞他對基督教的質疑。他說，我的確難以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希望基督信仰是真的，因為要是基督信仰真有其事，則其經文已經說得明明白白，那些不信的人，當中包括我的父親、兄弟和幾乎我所有最要好的朋友，都将要永世受罰。這真不是好的教義。在自傳中他又說，當今之世，人們最常用來說明有一智慧之神的論據，是訴諸大多數人所具有的深刻內在信念和感受。但印度教和回教無疑也可用同樣的態度、一樣的說服力，稱只有一神或多神，或佛教的無神。所以他接着說，另一個訴諸理性而不是情感、有力得多的有神論據是，這樣一個雄偉奇妙宇宙之誕生是極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沒有可能是盲打誤撞或出於需要而成的。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就無法不追求一個智慧過人的第一因，則有神論者的稱號我是當之无愧的。這個結論依我記憶，在我寫物種起源時是深信不疑的，但此後逐漸動搖，在無數反覆之中轉弱。但我隨之又有另一疑惑，那就是要是人類的腦袋如我所完全相信的那樣，是由最低等的動物那裡演化過來，那麼他們所做這些堂皇之論靠得住嗎？面對這樣玄奧不已的問題，我不能假裝我有半點一得之見。萬物最初從何而來？這個奧妙不是我們所能解開。我是必要繼續安於我這個不可知論的身份。1879年，達爾文依然是全世界的首席思想家，更多人來信問學。一個德國學生來信問宗教問題，達爾文在信裡說，演化論與信仰神是很能並行不悖的。但這位德國學生並不滿足，達爾文在第二封信中說，我已經年老體弱，固然沒有時間完滿回答你的問題，而且你的問題也根本是沒有答案的。科學與基督是毫不相干的。至於來生的問題，每個人都要在彼此衝突而又含含糊糊的可能情況之間自行判斷。猴子腦袋的信念靠得住嗎？達爾文在去世前1年，身體已經虛弱不堪，仍然繼續在書信中不斷與人切磋宗教問題。1881年7月，也就是達爾文去世前的9個月，愛爾蘭哲學家戈培里剛出版了《科學的信條：宗教、道德與社會》一書。達爾文去函問疑，他說，你在書中的某些論點我消化不了，
特別是你說那些所謂自然法則本身有其意志，且不說許多人相信這幾條重大法則有朝一日會被發現統統源於某一條法則。要是月球只有些最低級、毫無意識的有機體，你會認為這有什麼意志嗎？儘管這樣，你已經表達了我的內在信念，那就是宇宙不是一個偶然的結果。但隨之而來的又是那麼可怕的疑惑：既然人類的腦袋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這腦袋的種種信念可有任何價值，或可给予任何交托嗎？一些來自猴子腦袋的信念，如果這樣的腦袋會有任何信念的話，會有任何人願意信靠嗎？最後，我可以向你展示人類反抗物竞天擇的過程中為文明帶來的建樹是大的非你可能會同意的。1881年8月，達爾文去信友人法勒勋爵說，要是我們審視整個宇宙，思維上是會拒絕視之為一個偶然的結果，也就是沒有設計或意志。整個問題在我看來是无法解決的，因為对於這個，我深信是從動物演化過來的人類腦袋的所謂直覺。我不能太有信心，甚至不能有任何信心。那麼，我們的信念和直覺又有什麼價值？我的觀點常被嚴重歪曲。1878年，英國神學家愛德華·普希博士從神學觀點批評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達爾文在一封給雷德利的信中說，由於我從來只會回答科研人員對我的批評，我不希望這封信會被出版。普希博士想象我寫《物種起源》時是針對神學，這是錯誤的。我以為任何人只要費神讀一下這本書，特別是導言的頭幾行，都會很清楚這點。我搜集資料寫《物種起源》時，我對所謂人格神的信仰就跟普希博士所信仰的一樣堅定。其實，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就用了造物主一詞起碼5次之多。達爾文在自傳裡說，我的觀點常被嚴重歪曲，被窮追猛打，被無情譏諷，但我相信他們這樣做都是本自真誠。總的來說，我相信大家對我的作品是一次又一次的過譽了。達爾文對人類苦難的關懷，面對大自然奧妙的好奇、謙卑與坦誠，以致對各方誤解和唾罵譏諷所表現出來的風度甚至幽默，再次說明這確是偉大的心靈。討厭他的人說他死前為其演化論懺悔，但我在其自傳或信件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他懺悔的證據。擁護他的人就更可惡，把他與無神論畫上等號。在中國情況尤其如此，中國更輾轉盜用，作為迫害宗教自由的學術依據，作為無神論虐民的護符。相反，演化論的原產地英國卻依然泰然自若，甚至不廢除其國教。還是魯迅說得好，新潮之進中國往往只有幾個名詞，主張者以為可以咒死敵人，敵對者也以為將被咒死，喧嚷1年半載，終於火滅煙消，如什麼羅曼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仿佛都已經過去了，其實又何嘗出現？中國的望文生義不求甚解，進而演練出文字獄一套國家範圍技能，其殺傷力比秦朝犹過之而無不及。基本上練成這項技術的是這些條件：心胸狹窄、多疑、屍骨不化。原載於2005年4月《開放》雜誌。